嗯，非常感谢德力老师对我的介绍。听着德力老师标准的台湾普通话，让我们真的是感觉互联网的世界大同一片。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边，真的是可以一根网线，一部手机就可以走遍整个的世界。今天呢，也是特别的高兴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关于健康的话题。那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今天和大家交流的是关于 NMN 营养干预与人类生命的未来。那提到健康的话题，实际上和我个人的经历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就像主持人介绍的，我之前在部队呢做了18年的军医的工作。从部队退役之后，我没有继续做临床，而是做了健康管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在临床工作的过程当中发现，其实我们普通大众更需要的是前端的健康的理念，就是我们如果能想办法让我们的大众不得病，或者是少生病的话，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到后面去做那么复杂的治疗了。而怎么样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人不生病、少生病呢？这里面就要通过健康的管理。所以呢，从退役之后的这几年，我一直在做健康管理的工作。其实，在退役之前，我在部队的时候负责的呢，就是有一部分工作就是关于保健相关的。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开始介入到健康管理的这个领域了。那在这个领域里边从2005年开始到现在，那也是将近十几年，将近20年。那提到健康管理实际上呢，有很多朋友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我们更多的熟悉的是什么呢？可能是我们身体不舒服了，我们到医院去看病，然后医生给我们出具诊断，给我们开药等等，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过程。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啊？我们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医生一般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你多大年龄了？大家知道为什么医生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吗？那几乎所有的医生那病人来的时候都会问这个，可能不会问你的性别，因为一般情况下性别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目视就能猜测得出来，但是年龄真的是不太好猜测。那你比如说这么两个人来到我的诊室的话，那我怎么能判断他们的年龄呢？那从表面上来看，这两个人哪个人更年轻，哪个人有多大年纪真的是不好猜啊。那你比如说这两个人实际上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两位明星，一位是伊能静，一位是萨琳娜他们的演技都非常的棒，也非常受观众的欢迎。实际上这两个人是同年的，都是1968年出生的，而伊能静呢，实际上她的年龄还要稍大一点。但是两个人呈现给我们的这种年龄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年龄成谜的时代。那作为一个医生，为什么要关注我们这些人的年龄呢？那实际上，这个和健康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我们先卖一个小关子，后面我会给大家来解读为什么医生一定要问到患者的年龄。那说到今天的主题讲的是关于我们的健康的问题。那我们首先要问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了，到底什么是健康呢？健康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定义它呢？很多朋友说，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有一个定义，1948年的，说健康是不仅仅是没有疾病，而是在生理、心理、社会适应等各方面都处于比较完美的状态，叫做健康。后来呢，又把道德也列入到健康里面来，这四位一体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健康的定义是很难让我们每一个人来掌握的。那在这里呢，我推荐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定义，其实健康就是我们身体的一种平衡的状态。你比如说，我们平时身体会面临很多的平衡，比如在我们医学上会讲叫酸碱平衡、营养平衡、血气平衡、代谢平衡、
阴阳平衡啊，这是中医的观点，要阴阳平衡、五行平衡，还有甚至我们的心理学上也有叫心理平衡，当然还有比如说能量平衡等等，这么多的平衡，可以说哪一个平衡失去，我们的健康都会出问题。比如说我们的血糖失去平衡了，可能就会产生糖尿病，对不对？那我们的血脂失去平衡了，就会出现高脂血症。当然我们的能量出问题了，就会导致我们整个能量供应的不足啊，会出现衰老的现象等等。这么多平衡当中，到底哪一个是核心呢？哪一个是最重要的呢？那如果是在中医来讲，我们说阴阳的平衡是最重要的。那如果放到现代的细胞生物学来说呢，什么是最重要的平衡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叫能量的平衡啊。阴阳平衡是中医学里边关于我们人健康的一个基础，而能量平衡是在细胞生物学领域里边，是在现代医学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平衡。今天讲的很多的内容实际上都和后面的这个能量的平衡是息息相关的。那说到了健康是一种平衡状态之后，可能也有很多朋友会关心，那健康我们知道了，鲍医生刚才提的健康管理是什么呢？健康管理这个词儿大家可能平时会经常听说，但是它具体是什么真的不一定每一位朋友都清楚。那实际上健康管理有一个比较简明的定义，说健康管理呢是在医学理论的指导下，对健康人群、亚健康人群、疾病人群的健康危险因素进行全面的监测、分析、评估、预测和维护的医学服务过程。所以说健康管理实际上它是一个包含了至少5个方面的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而不是说我们平时在路边看到这儿开了一个健康管理中心，它是给人家做体检的，另外那边又开了一个健康管理中心，它是给人家做理疗的等等。那些健康管理中心实际上都是不全面的，或者说是假的健康管理中心，而真正的健康管理实际上它是一个闭环的过程。健康管理啊，实际上它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它就包括2大核心内容，把这2大核心内容搞清楚，整个健康管理我们就都清楚了。那什么是健康管理？首先健康管理管的是健康危险因素，所以呢不提健康危险因素的这样的一个健康管理实际上都是假的健康管理。什么是健康危险因素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出现健康问题，实际上都是很多健康危险因素导致的。我经常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高血压，有很多健康危险因素会导致高血压的发生。你比如说我们东北人呢，吃东西口比较重，就吃的盐比较多，而盐摄入的太多就会导致血压升高。还有呢，比如说血脂升高也会导致血压升高。那再有比如说太胖了肥胖的人也会带来血压的升高，运动不足啊，心理压力太大呀，我们饮食的不平衡、低钾呀等等，都会导致血压的升高。那不同的人实际上他产生血压升高的健康危险因素是不一样的，但是在医生治疗这一块呢，他不会考虑你是哪些原因引起的，他都会给你开降压药一种不行开2种。那我当时做医生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我还会告诉我的病人说高血压需要终身服药。是不是很多朋友也听到医生这样的忠告呢？那实际上在健康管理里边，我们要管的是啥呢？是引起高血压的那些危险因素，有一些危险因素是可以改变的，有一些是不可以改变的。你比如说遗传，有一些高血压是遗传来的，父母就有高血压，他就容易患高血压，这种遗传没有办法改变。以前呢也认为说年龄也是高血压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这也是不能改变的。那什么能改变呢？生活习惯可以改变，吃盐太多我们可以吃的淡一点如果说血脂太高了，我们可以把血脂降下来等等。那这些实际上就是危险因素。健康危险因素的出现就会一步一步导致健康问题的出现。那如果我们在健康危险因素出现的时候，健康问题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控制掉，是不是就可以避免这些健康问题的出现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这个观点就是健康管理的第二个核心，叫做预防为先。所以健康管理实际上我们关注2大核心就可以了。第一个呢，要管好健康危险因素；第二个叫预防为先。那么我们平时的这些健康问题遇到的都有哪些健康危险因素呢？比如说膳食的不平衡，我们现在吃的东西不平衡，能量摄入太多了，然后微量元素摄入的太少了，这叫膳食不平衡。还有运动不平衡，生物钟的紊乱，免疫力的失衡，包括现在环境的污染呐、社会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健康风险。当然还有现在比如说很多排毒学说，说我们身体体内的垃圾太多了，排不出去，也是我们的健康风险。还有心理的问题，心理压力太大等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的健康出问题。还有年龄，说年龄也是我们的健康风险吗？没听说呀。这个话就要回到我们之前最开始开头说，一个医生为什么要问一个病人他的年龄是多少？因为我们知道同样的健康风险在不同的年龄段它导致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同样胡吃海喝，在上了年纪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血压、血脂、血糖、血尿酸的升高，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没有。那这里边是什么增加了导致这些风险因素会导致我们健康结果的出现呢？就是年龄。所以年龄也是健康风险。包括我们比如说去查高血压的风险因素有哪些，赫然在列年龄的因素。第二个，其实除了高血压之外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心脏病等等等等，好多疾病，甚至癌症，它年龄都是非常重要的健康风险因素。很多朋友可能就会特别的纳闷说你年龄怎么可能是健康风险呢？那年龄如果是健康风险的话，那这种风险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呢，那岂不是太悲惨了？那年龄到底是不是风险呢？实际上年龄本身不是健康风险，因为年龄就是一个数字嘛。比如包医生今年46周岁，那我46周岁，46怎么可能成为我的健康风险呢？他所说的健康风险实际上是年龄背后代表的我们每个人的衰老，所以衰老才是真正的健康风险因素。为什么说衰老是真正的健康风险因素呢？就提到我们之前老祖宗就说人有4大生命过程，叫生老病死。出生之后我们就开始衰老，衰老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出现，疾病会导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看，老实际上是很多病的危险因素。就像包医生刚才提到的，衰老是很多常见慢性病据统计至少是90%的常见慢性病，衰老都是它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如果没有衰老的话，这些慢性疾病都不会发生。那如果说衰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健康风险因素的话，我们有没有办法来改变它呢？现在的抗衰老我们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其实是可以的，因为衰老本身它也可以被当作一种慢性病来对待。那如果衰老本身是一种慢性病的话，它就和其他慢性病一样，它也会有一些危险因素。那衰老的危险因素是什么？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人类的衰老？其实现在到目前为止有特别多的学说是说比如说有的说是抗氧化的学说，有的说是其他的什么基因的学说、端粒的学说等等，说这么多的原因会导致我们的衰老。在这些学说里边呢我更赞同的是这样的一些关于细胞生物学理论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衰老的危险因素的方法。其中呢第一个就是细胞能量的不平衡，因为我们整个人呢是细胞组成的，而细胞的能量供应就代表了我们整个人体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供应。那如果我们细胞的能量充足的话，我们整个人的能量就充足，那我们就可以活得非常的有活力，就可以处于年轻态。那如果是细胞的能量不足了，就会出现衰老的情况。还有呢叫损伤和修复的不平衡，
就是我们的细胞其实每时每刻都会受到一些损伤，损伤了不要紧，就像汽车的零件坏了，我们如果能把它修理好，我们一样可以用，一样不影响我们上路。那我们的细胞能不能修复呢？是可以的如果是损伤的速度大于修复的速度，人其实就是相当于处于衰老的阶段了。那如果修复的速度比损伤的速度还快，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人是处于生长的状态的。当然还有一些说法，比如说染色体端粒缩短的学说呀，干细胞数量减少的学说呀等等这些其实都是衰老的危险因素。科学家，尤其是抗衰老领域的科学家，其实在最近一些年发现，我们衰老其实还和一个因素密切相关的，就是发现我们身体细胞里边的一种物质减少，是导致我们衰老的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这种物质呢，我们管它叫做 NAD+，它的全名呢叫做烟酰腺嘌呤2核苷酸这个名字很长，大家不需要去记，因为这是很专业的内容，大家就只要知道这种物质叫做 NAD+。我们医学上生物化学里边也管它叫做辅酶1也就是说它是在我们身体里边众多辅酶当中排在第1号的最重要的一个辅酶。那这种物质呢，在我们身体里边，其实在刚出生的时候它的含量是很丰富的。如果说刚出生的时候它的含量是10的话，那随着年龄的增长，科学家发现我们身体里边 NAD+ 的含量呈线性的下降它的规律呢，大概是每20年会下降一半。也就是说，如果出生的时候是10，当我们20岁的时候它在我们身体里边的含量只有5左右了。那如果是再继续延长时间，比如说到鲍医生现在这个年龄段的话，大概它在我身体里边的含量只有我出生时候的20%左右的水平。那 NAD+ 含量的下降会给我们带来哪些风险呢？首先会给我们带来很多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你比如说血糖、血脂、血尿酸，这些实际上都是代谢需要处理的问题，所以就会产生什么呢？比如说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痛风等等这些代谢类疾病的问题。当然还有什么呢？它会导致我们体力的下降，精力的不足。其实我们会发现，你看幼儿园也好，小学也好，这些孩子们他们的精力太旺盛了。那只要是下课的时间，你会看到操场上孩子们不是跑就是跳，不是喊就是闹，没有一个安安静静的。为什么呀？身体里边 NAD+ 的含量高它能量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无论是中年还是老年比如说我们要到养老院去看的话，那些老人们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处于相对安静的状态了？因为身体里边的能量没有那么足了。当然除了这些能量的问题之外，还会引起什么问题呢？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神经系统的问题，包括老年痴呆等等，甚至癌症，它也和 NAD+ 的含量下降有直接的关系。说 NAD+ 它的下降会导致这么多问题的出现，它到底是何方神圣呢？它在我们的身体里边到底有哪些方面的作用呢？那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把我们的细胞要看一遍。我们的人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共识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身体里边呢，每个人大概有60万亿个细胞这么多细胞组成了我们的身体。细胞很小我们的肉眼几乎是看不见的那这些虽然很小的细胞，但是每一个细胞的组成都是非常复杂的。这个细胞里边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化学反应，而这些化学反应能够顺利进行，才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很好的生存下去。如果哪一天这个化学反应停止了，其实我们的人就离开这个世界了。而化学反应的过程呢，它是需要能量的，这个能量我们管它叫 ATP 能量从哪来呢？那其实我们每天吃饭我们每时每刻在呼吸氧气，氧气和我们吃的饭呢，在我们的身体里边会转化成葡萄糖进入到细胞里边，氧气和葡萄糖在细胞里边进行反应，会产生能量。
那我们每一天这么有活力啊，这么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都是因为有这些能量的供应。那氧气和葡萄糖在细胞里边怎么来进行反应，来生成能量呢？就是在这个气管里边。这个像小胶囊一样的物体呢，我们是一种细胞器，叫做线粒体。那这些能量反应的过程，其实都是在线粒体里边来完成的。线粒体里边这两个物质发生反应，这个反应叫做三羧酸循环。而发生反应的过程必须要有 NAD+ 的参与才可以。NAD+ 在整个三羧酸循环产生能量的过程当中，它要参与4次，也就是说，没有它，能量是没有办法生成的。所以有科学家说，我们的人体如果离开了 NAD+ 30秒钟，我们就会告别这个世界。所以你说 NAD+ 它是多重要的一种物质啊！那这个 NAD+ 它在我们的细胞里边都能发挥什么作用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它能够提升我们细胞里边的能量，能提升多少呢？能提升至少95%的能量水平。所以如果我们的 NAD+ 能够提升上来的话，我们的人就会更有劲儿啊。第二个方面呢，它能够打开我们身体里边的7条长寿蛋白基因。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就会比较迷糊哈，说什么是长寿蛋白基因呢？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基因，对不对？基因是什么呢？很多朋友会知道啊，基因是负责遗传的物质啊，确实没问题，基因是负责我们身体里边遗传的物质啊。在我们的细胞里边有细胞核，细胞核里边呢有染色体，染色体里边是双螺旋结构的 DNA， 而一段一段的 DNA 就叫基因。实际上基因它的作用啊，是指挥我们的细胞合成蛋白质的。我们知道我们人体里边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蛋白质，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的存在。其实不光是我们人类，所有的生命体，蛋白质是最基础的组成的部分。说哪怕一个小小的病毒，它也需要有蛋白质才可以。那这个蛋白质怎么来合成，就需要基因来指导。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的啊，不同的氨基酸组合到一起就是蛋白质。那我们的细胞怎么样才能知道什么样的氨基酸按照什么样的组合来组成特定的蛋白质呢？就需要基因的指导。基因就像密码一样，那这个基因就是对应的是不同的蛋白质。在我们身体里边呢，其实平时活跃的基因只有10%左右，90%左右的基因都是处于沉默状态的。而这些沉默状态的基因里边，其实有很多的基因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你比如说 SERT 系列基因叫 SRT 啊，这个叫 SERT 系列基因。这个系列的基因呢，其实在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 ，NAD+ 比较充足的时候，它是处于活化状态的。当我们上了年纪 ，NAD+ 含量不足了，这些基因就沉默下来了。而这些基因对我们的身体特别重要啊。你比如说1号基因如果被激活的话呢，它合成的蛋白质可以帮助我们的 DNA 来进行修复，可以帮助我们的动脉系统来进行修复，可以帮助我们的细胞进行代谢。那2号基因呢，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身体的脂肪代谢，可以减少脂肪，可以减少身体里边的氧化应激反应。而3号基因呢，它也是可以通过减少氧化应激反应的方式，让我们人类更长寿。所以有很多人管3号基因叫做长寿基因。4号基因啊就比较厉害了。4号基因呢，它可以抑制肿瘤。肿瘤是什么呀？肿瘤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不受控制的那一部分增长的细胞嘛，是不是？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所有的肿瘤都是越长越大，没有越长越小的吧？就是因为它生长不受控制了。而4号基因如果被激活的话，可以控制它的生长，甚至呢可以激活它的自噬系统，也就是说自杀系统，让我们的肿瘤自杀啊。所以我们通过一些方法提升 NAD+ 含量之后，我们会发现肿瘤会越来越小了啊，甚至有的肿瘤会完全的消失。5号基因的话呢，它可以帮助减少我们肝脏里边的脂肪酸啊，
就是对我们的肝脏是特别好的。6号基因可以调整血糖，而且它可以降低我们身体里边的胰岛素抵抗。什么是胰岛素抵抗呢？就是我们身体的细胞不认识胰岛素了，而胰岛素是能够把我们的血液里边的糖分带到细胞里边的这样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物质。那细胞如果不认识胰岛素了，胰岛素就没有办法把糖带到细胞里边去，血糖堆积在血液里边就会升高，那这个时候就会导致糖尿病的发生。而6号基因被活化的话，可以降低这种细胞不认识胰岛素的现象，我们说叫做降低胰岛素抵抗，所以它对血糖特别有好处。7号基因呢是对我们的心脏特别好。NAD 加可以通过打开这7条长寿蛋白基因让我们更长寿。当然它的作用还不止这一点，刚才提到说细胞修复的不平衡会导致我们人体的衰老。我们知道细胞本身它是有修复能力的，只不过细胞修复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有一种物质的参与，我们管它叫必须的底物，这种物质就是 NAD 加。如果没有 NAD 加的话，细胞的修复就无从谈起。所以我们会发现年轻人小孩他身体里边 NAD 加含量高的时候，他的细胞修复能力是很强的，哪怕他意外的受伤了手术了等等，他的恢复会特别的快。而上了年纪之后呢，恢复会不会特别慢呢？就哪怕说手嘎个口也需要好长时间才能长上，而年轻人可能1天2天就长好了。这就是因为有 NAD 加的存在，它会促进我们的细胞的修复，提供细胞修复的酶，而细胞修复越来越强，就会让我们更健康。那这是 NAD 加主要的3个方面的作用。当然美国的医生药用指南里边会指出来说 NAD 加还有什么作用呢？比如说提高我们的认知能力它还可以让我们免疫力能够更加的趋向于平衡等等，这些作用其实都是 NAD 加的作用。说 NAD 加这么好，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含量下降，我们能不能够直接来补充它呢？比如说这有一杯 NAD 加，我能不能直接喝下去，让我们的身体里边 NAD 加的含量补充上来呢？非常的遗憾，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 NAD 加它的分子量太大了，它是2核苷酸嘛，分子量太大，是没有办法穿透细胞壁进入到细胞核里边去的。而很多在体外合成 NAD 加的方法呢，又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细胞里边实现。这个问题直到2013年的时候，美国的大卫辛克利尔博士他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现象，就是有一种物质可以在细胞里边合成 NAD 加，这种物质就叫做 NMN。NMN 呢是一种小分子的物质，它可以在细胞里边通过2个分子的 NMN 合成1个分子的 NAD 加，而且目前 NMN 是唯一可以在细胞里边合成 NAD 加的物质，也就是说 NMN 是唯一可以实现提升我们身体里边 NAD 加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途径。那 NMN 又是什么呢？又是一个字母的缩写。NMN 实际上它的全名呢叫做贝塔烟酰单核苷酸，这个名字也很长，大家也不需要记，只需要知道有这么 NMN 这样的一种物质就可以了。NMN 现在太火了，其实我们如果说不管是到哪个网站上去搜关于 NMN 的话题，都会特别的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它解决了衰老危险素，而现在 NAD 加可以通过 NMN 的方式来得到补充，所以呢，世界上特别多的领域就开始研究 NMN 甚至呢，现在有一些关于比如 NMN 的发展的报告，我们国家比如说不管是人民日报等等这些官方的媒体也在关注 NMN 的发展，甚至开始出现了 NMN 的概念股。你像巴菲特等等这些大佬们，除了自己在使用 NMN 抗衰老之外，也开始在投资领域引入 NMN 的概念。那 NMN 这种物质它从哪里来的呢？实际上 NMN 呢，它是维生素 B3 的一种衍生物，
它从食物当中就可以获取。我们平时吃的很多食物，你比如说毛豆、西兰花西红柿、卷心菜、牛肉、虾等等，这些里边都含有一定量的 NMN。举例子你比如说西兰花，西兰花里边呢就含有一定量的 NMN。那差不多说2两到4两西兰花里边大概含有1毫克的 NMN。那这么多这个1毫克的 NMN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每天如果说像我包医生这个年龄段，我想补齐我身体缺少的 AD 加的话，我需要吃多少 NMN 呢？大概的需要量是400毫克左右。那我这400毫克的 NMN 如果全部从这些食物当中获取的我需要吃多少食物，而且是100%吸收的情况下才能获得呢？我大概需要吃80公斤的西兰花。各位不要说80公斤就是8斤8两也吃不下去对不对？所以呢，这种方式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怎么样来获取我们所需要的 NMN 呢？这就像我们在居民膳食指南里面提到的，我们要用那些营养素密度高的产品。就现在有很多的关于 NMN 的产品问世你比如说爱健康的 NMN 现在就是代表之一。那如果说让包医生推荐大家来使用 NMN 产品的话，那我会推荐爱健康这个品牌。为什么会推荐爱健康这个品牌呢？首先现在市面上 NMN 的产品真的是特别的多，我们大家也可以到淘宝到京东去搜索。但实际上这些 NMN 里边真的是鱼龙混杂，而爱健康的 NMN 呢，它是从2018年就开始研究，2019年就已经正式的进入到商业化的阶段。也就是说，爱健康的 NMN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批商业化的 NMN 之一。它的 NMN 呢是采取第3代最先进的酶联法来生产的，它的纯度可以达到96.8%，非常高的纯度。高纯度代表着我们的人体更容易吸收，而它的杂质更少，甚至于没有，就不会带来那些东西所带给我们的副反应。同时呢，说爱健康的 NMN 好，不是说哪个人说好就可以的，它是需要通过第3方的权威认证的。而爱健康公司的 NMN 它具有现在13个权威的认证，这些权威认证其实都是世界顶级的。给大家随便举几个例子你比如说 PDR， 我刚才提到的 PDR 叫美国医生药用指南，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相当于中国的药典一样，就美国的医生他在使用药物的时候需要参照 PDR 的指导。那这个里边第一个收列的 NMN 的品牌就是爱健康的。同时呢，它在这个 PDR 认证的过程当中指出来 NMN 具有6大方面的作用，它就会写在我们这个包装的盒上，在这里边会写 NMN 的6大作用。所以你像爱健康公司的 NMN 它有什么作用？它不是公司自己定的，而是通过这样的一个 PDR 认证来写明白的。当然还有一些认证，你比如说这个 CGMP 认证，这个也非常的牛它叫现行优良制造标准。啥意思呢？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目前仍然是全世界保健品领域里边的 No.1， 是最厉害的。但是美国在保健品领域里边也只有 5% 的保健品是在具有 CGMP 认证的药厂生产的。这个认证非常的难，比我们国内的这种叫做 GMP 的认证要难好多。那爱健康的 NMN 呢，它是有这个 CGMP 认证的，是在 CGMP 药厂生产的，它的品质就有非常高的保证。当然还有好多的认证都很厉害，你比如说MSDS 的安全认证，美国消费者的实验室认证等等，还有什么素食认证，甚至呢它还有 FDA 的全球自有销售认证。也就是说，虽然说美国的 FDA 它是不认证保健品的，但是这个在美国 FDA 认证过的药厂生产的这个产品，
它可以通过 FDA 的全球自由销售认证，也就是说，只要是在 WTO 框架下的这个国家，都可以自由的销售这款产品。那这里边其实所有的认证，每一个单独拿出来都是非常牛的啊。如果说我自己开一个公司啊，说我的产品里边能得到这里边的任何一个认证，我觉得这都是世界级别的，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而爱健康公司有13个这样的权威认证，特别的厉害。当然还有呢，爱健康公司它的 NMN 产品线是特别丰富的，其他公司的 NMN 的产品呢，大多数比如说只有胶囊这一个品类。当然，爱健康公司也有胶囊，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 NMN 的胶囊的产品啊，这个胶囊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那比如说我每天早上用2粒，晚上用2粒，一天就可以完成了我的整个的 NMN 的补充。那除了这样的胶囊之外呢，它还有一些叫独步天下的产品啊。你比如说这个 NMN 的咖啡，这是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含有 NMN 的咖啡。那这个咖啡呀特别好，我每天都在用。这个咖啡呢，它里边除了含有50毫克的 NMN 之外，它是用阿拉比卡的咖啡豆子来做的特别纯的咖啡粉，这里边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所以这个咖啡的味道真的特别的醇厚。我呢每天早晨是用这个咖啡粉来做一杯拿铁咖啡啊，喝完了一天啊，整个是真的人心情特别的舒畅啊。当然除了咖啡之外，它还有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在护肤品里边添加的 NMN 的产品啊，叫做 NMN 逆龄霜啊，这个逆龄霜也是超级的棒。这一瓶在开始上市的时候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么好的护肤品，它和比如说世界上的其他的什么海蓝之谜等等，都是一个等级的，这样的护肤品应该是卖到$1000左右的价格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公司这个产品上市的时候，这一瓶只有$100多，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的水平就可以得到$1000这样级别品质的护肤品啊，这个真的特别好用啊。它比如说我们晚上洗完脸、卸完妆之后，睡觉之前给它涂上，既不用保湿啊，也不用什么补水的东西了，晚霜也不用，这一个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然后它能够很好的淡化我们的细纹呐、淡斑呐，真的是让你7天的时间就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还有一款产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叫做 NMN 的泡腾片。那这个泡腾片里边呢，每一片含有150毫克的 NMN， 同时还含有10几种我们人体所必需的电解质。比如说我们去运动，出了好多汗，同时呢，运动的过程我们需要大量的能量的补充。这个时候你来一片泡腾片，把它嘣扔到矿泉水瓶里边，它就咕嘟咕嘟冒完泡，变成了一杯特别牛的能量水既有满满的仪式感，同时呢又很好的补充我们在运动过程当中出汗所丢失的电解质，同时又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身体的能量。所以真的是爱运动的人特别喜欢这个 NMN 的泡腾片。你像这3个产品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只有爱健康公司的才有。而且呢，我们说 NMN 也好，它在我们细胞里边合成的 NAD 钾也好，它都是我们身体里边所固有的东西，它不会产生其他的所谓的这些副作用。我们只不过通过人工的方法把原本减少的东西让它补充上来而已，所以它非常的安全，没有什么所谓的那些毒副作用。当然这个安全，爱健康的 NMN 的安全还通过了世界上那么多顶级的权威的认证。那它的有效性呢，其实有特别多。你像我们公司在1周年或2周年的时候，我们都收集了大量的这种视频的见证。现在在我们的公司后台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视频的见证来讲述 NMN 的有效性。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他要是觉得这个东西有效的话，他也不一定来拍视频。比如说10个人用，大概能有1个人愿意拍视频就不错了。那我们公司收集到的上万条视频背后，就意味着有10几万的消费者在使用这个产品，产生了非常好的效果。同时呢，它也非常的具有科学性。比如说今天我讲的这些，实际上都是科学性的范畴，它的实用性也非常的强。胶囊拿2粒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还有咖啡，还有逆龄霜，还有泡腾片的等等
都是非常好用的。所以你看，它特别的符合我们健康管理里边的策略原则，叫安全、有效、科学、实用。那其实我今天讲的这些呢，也并不是说包医生自己在讲，而是呢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那这些呢都是我查阅的文献的一个缩略图，而这些也只是我查阅文献里边很小的一部分。它只是我背后的一些证明的材料，也就是说，我今天所讲的这些，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讲的，而是整个我们的学术界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呈现。那今天呢，利用这样的40多分钟的时间，给大家讲了 NMN 营养干预和人类生命的未来。我们发现 NMN 实际上真的是可以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特别多的改变。同时呢 ，NMN 也能够说让我们越来越年轻，让我们有效的对抗衰老，让我们很好的完成自己的健康的生活。和健康管理，健康每一个家庭，我们也希望通过 NMN 的健康管理的方式，能够帮助到更多的人获得健康，帮助更多的家庭获得健康的生活。那今天我的分享呢就到这里，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的主持人德利老师。好，谢谢包医生哈，专业又精辟的讲解。NMN 对我们人类生命的重大意义，生老病死是人类必经的过程。但是呢，我们有幸生在这个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时代，科学的进步已经足以让我们提早预防因为衰老带来的疾病问题，选择安全、高效、科学、实用的爱健康 NMN 系列产品。透过正确的健康管理，可以让我们老得慢一点，健康久一点，使我们的生命质量足够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实现我们人生的梦想。线上所有的朋友们，今天爱健康产品说明会就到这里结束了。那我们再次感谢包医生，也感谢大家的聆听，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的，再一次感谢德利老师，感谢屏前的各位朋友，我们再见。